闭关千年以后，我醒了，发现第60代侄孙女考上了大学，却被人冒名顶替，对方还要求她改名，说不想顶着别人的名字生活。后来她却哭着说要把名额还回来。呵，晚了，女儿，是爸爸没用，是爸爸对不起你呀。城中村的一户小破院子内，一家人正跪在地上抱头痛哭。我站在门口，嫌弃地看着破败的小院、老旧的房子，还有院子里堆满的纸箱和塑料瓶。这破落户就是我沈家第66代子孙。我不过闭关了1000年，我沈氏就落得如此下场了。在我闭关以前，沈家可是号称沈半城，雕梁画栋，钟鸣鼎食，豪奴成群，屋舍连成。果然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呀！我推开门走进去时，这家人还沉浸在一片痛哭声中，没人发觉我的到来。嗨嗨，4双哭肿了的眼一齐向我看来。面容憔悴的中年人擦了擦眼，发出了疑问：你找谁？找你，我是你祖姑奶奶。一家人眼神都变了，由惊讶转为了同情。18、19岁的小姑娘抹了把脸站了起来。你是不是从医院跑出来的？别怕，你在这待着别乱跑，等下应该就有人来找你了。这是把我当成神经病了。想证明自己是个修仙之人有多难。10分钟后，这家人跪在我面前嚎啕大哭，请祖姑奶奶给我们做主啊！我看着手中的画，陷入了回忆当中。我9岁那年被师傅选中入了玄门，在28岁那年以天纵之才结成金丹。师傅让我回家一趟，我便送给我哥一幅我的画像，告诉他如果子孙后代有难，就在画像前燃上3炷香，诚心祷告。后来我闭关潜心修炼，准备飞升，就把这事给忘了。修行无岁月，世俗已千年，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。他们既然还留着这幅画，我便不能不管他们。行了，别耗了，起来吧。一家人哭哭啼啼，互相搀扶着站起了身。我刚要说话，哐当一声巨响从门口传来，紧接着便是一道粗粝的男声响起：沈磊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听到这声音，沈磊明显哆嗦了一下，叫沈子墨的男孩更是吓得小脸煞白，扶着他姐姐的双手也开始明显的颤抖。吓成这副样子，真没用。我闲庭信步地走到门口，铁门被一人脚踢开，院子中间站着3个粗壮的男子。为首的男人个子很高，满脸横肉，露出的手臂上还带着纹身。哟，这姑娘漂亮，老沈，这是你亲戚？男子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我，还舔了舔嘴唇，露出一副8辈子没见过女人的猪哥样。我点点头，仔细端详着他，印堂发黑，阳火微弱，恶鬼缠身，时日无多，有点意思。我是他姑奶奶，你哪位？沈家人颤颤巍巍走了出来，躲在我身后。沈磊鼓起勇气上前一步站到我身边。彪哥，欠的钱我一定会还的，求你再宽恕几天吧。哈哈哈哈，你见过欠高利贷还能讨价还价的吗？再不还钱，就让你女儿去夜总会上班。男子仰天大笑完，便摆出个凶神恶煞的表情，样子看着倒是唬人。我不满地瞪了沈磊一眼，你还借高利贷呀？脑子呢？沈磊被晒得黝黑的脸露出几分尴尬来，他不自在地搓了搓手。前段时间子墨把同学打伤，赔了5万医药费，家里哪有这个钱啊？沈子墨闻言涨红了脸，捏紧了拳头想说什么，最终却委屈地低下了头。欠你们多少钱？不多，10万块。我笑了笑，对着叫彪哥的男子勾了勾手指。10万块买你的命，怎么样？看到我笑，对面的男人眼睛都直了，半晌才擦了擦口水反应过来。买命？什么命？我从旁边拖过张椅子，惬意地往上一坐。腿上的黑线已经长到腰上了吧？你也是挺厉害，这段时间晚上下了都不敢睡吧？身体都这样了，还亲自出来讨债啊？彪哥浑身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扑通，彪哥用力跪倒在地，掀起一片尘土。大师，救命啊！大师！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不理解事情的走向为何就成了这样。我朝男子淡淡地瞥了一眼，凑近一点。他立马西行几步跪到我跟前，也不嫌疼。沈家人当即往后惊恐地退了一大步，好像这个叫彪哥的会吃人一样。这帮不孝子孙，一个比一个没用。男子名叫张彪，是这一片有名的混子，靠帮人看场子讨债为生。前段时间他从老家回来以后，脚上便开始长满了黑色的线。他一开始并不在意，去医院检查也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后来黑线开始慢慢的往上涨，他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梦见自己被许多恶鬼吞食，醒来便吓得大汗淋漓，浑身无力。再往后，他听见恶鬼们说，等黑线长到胸口，就可以彻底吃掉他了。张彪为这事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，花了很多钱，找了很多人，都说没有办法。因为最近花钱太多了，所以他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找人。大师，求你救我，只要解决了我这事，沈磊的钱就一笔勾销。我以后绝对不来找沈磊麻烦，不是，我以后肯定好好照顾沈磊，沈磊就是我哥，我亲哥。刚才还飞扬跋扈的张彪，此刻涕泪横流的跪在地上，还朝我磕了几个头。沈家人从诧异到兴奋，从兴奋又转为崇拜。
尤其是沈子言和沈子墨，看向我的眼睛里简直要冒出光来。裤腿撩起来，我用手指点了点张彪，他立马起身将裤子挽到膝盖处。他的小腿上果然密密麻麻地长满了黑色的线，就像是蜿蜒的藤蔓，又像是爬满了细长的黑蛇。注视的久了，那黑线似乎会动，仿佛无数小蛇活过来一般。我嫌弃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你是不是吃了条蛇？”张彪愣了一下，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大师，神了！我上个月回老家给我妈上香，在山上捡到条灰不溜秋的蛇，有手臂那么粗，我就拿回家给炖了，蛇肉大补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这人可真是寿星公上吊，嫌命长。张彪吃的蛇又叫阴蛇，是由死人的死气、阴气幻化所生，这种蛇只在乱葬岗和坟堆处出没。张彪这吃的不是蛇，而是一堆阴气、死气，身体根本承受不住。要拔出身体的阴气，需要在院子中间置办一口大缸，然后往缸里倒入1人高的糯米，然后中了阴毒的人要在每天中午11点进入缸中，饮下1碗公鸡血，并在缸里待满1个时辰，如此坚持9天，才能彻底拔出阴毒。行了，你去准备东西吧，明天开始每天来这里，我替你拔毒。张彪千恩万谢，点头哈腰的走了，临走前还往我手里塞了一条烟。我将烟扔给看傻了眼的沈磊，说说吧，子言和子墨什么情况？刚才嚎什么呢？一家人争先恐后的张嘴，原本清静的小院瞬间变成了菜市场。我不满地咳了一声，朝因为激动而脸蛋涨得通红的沈子言点了点头。你先说。原来沈子言学习一直很好，从来都是名列前茅。这次高考完，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考中心仪的大学，但是却迟迟没有收到通知书。家里人都以为他落榜了，他也以为自己落榜了。回学校问了老师，老师说虽然他分数考得好，但是报考的大学今年分数线也很高，没收到通知书，应该就是上不了。沈子言为自己志愿只填了2所好大学懊悔不已，而且家里条件很差，没钱复读，所以他就打算去打工。打工之前，他想去自己梦想中的大学看一眼，结果在学校里居然遇到了他高中同班同学张晓霞，而张晓霞身边的女同学都喊他沈子言。沈家人这才发现，原来张晓霞顶着沈子言的名字去上了沈子言考上的大学。那你们不去找张家算账，把名额要回来？沈子言抹了抹眼泪，哽咽着继续说道：张晓霞的弟弟张宇和子墨是一个班的，之前就天天欺负子墨，上次还非说子墨打断了他的腿，好多同学都帮他作证。但其实那腿是他去追打子墨时自己摔断的，为着我们家还赔了5万医药费。张家人说了，如果我敢去学校找张晓霞，他们就去法院起诉子墨，让他坐牢。我无语地看向沈磊。然后你们就被唬住了。沈磊红着眼眶，嘴唇颤抖了几下，才哽咽着说道：张家条件好，认识的人多，学校偏袒张家。自从子言去找了张晓霞，不但子墨被人欺负，我摆的摊也被人砸了好几次。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们要活下去啊！沈磊说完，蹲在地上，将脸埋进手里，嚎啕大哭。这么没用的人，是我沈家后代。沈磊，人呢？小院的门又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身材臃肿却衣着华贵的中年妇女，吊梢眉，绿豆眼，一看就不好相处。你们都在呀？那我就直说了。中年女人嫌弃地朝我们翻了个白眼，然后在地上吐了一口痰。我们家小霞说了，不喜欢人家叫她沈子言，明天你带上你女儿去把她名字改了，就叫沈晓霞吧。沈子言拉了拉我的衣袖，祖姑奶奶，这就是张晓霞妈妈。我挑了挑眉，这是不是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闯？张晓霞这个名字也不好听，以后就叫张二狗吧。中年妇女愣了一下，随即就像只被咬到的疯狗一样开始狂叫。我呸！你个不要脸的！尖锐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女人还在那叉着腰跳脚，但是画面却像是被人按住了静音键，看起来就像一场滑稽的哑剧。沈子言吃惊地瞪着眼，微张着嘴，神似只可爱的小豚鼠。祖姑奶奶，她怎么了？我朝她眨了眨眼。蓝氏禁言术，想学吗？张晓霞他妈骂了一会，意识到不对以后，惊恐地捂住了嘴。她尝试大喊了几声，却依旧寂静一片。我手指翻飞，快速掐了个法印，将一道光打进了她体内。去！如果以后想睡个好觉的，就带上张晓霞来这里找我。记住，名字一定要改成张二狗。虽然发不出声音，但是能明显的看出张晓霞他妈大喊了一声妖怪啊！喊完之后，她便惊恐地转身就跑，连鞋子都掉了一只。沈子言和沈子墨一脸崇拜地看着我。祖姑奶奶，你刚刚打过的那道光是什么？我伸了个懒腰，做了1000多年，把我骨头都做僵了。这个呀，叫恶灵咒，中了恶灵咒的人可以看见鬼，而且还会被鬼盯上。但是呢，恶灵咒又能保护中咒之人，所以张晓霞他妈会一直看见鬼，被鬼追着下，但是鬼却不能对她怎么样。沈子言闻言笑得一脸灿然。我的出现极大地抚慰了沈家人，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沈子墨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祖姑奶奶，家里也没什么菜，咱们去外面吃顿好的，火锅你有没有尝过？我意外地瞥了沈磊一眼，这侄孙倒还算懂事。
现在社会的吃食确实很新奇，虽然我早已不需食用人间饮食，但是尝个新鲜倒也可以。目光随意在院里巡视了一圈，我看到了一只老旧的塑料烟灰缸，点石成金。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刚才还灰扑扑的烟灰缸变成了灿然耀眼的金色。拿上吧，等会去店里换几个钱，我看你们家也实在是穷得不像样。金烟灰缸换了20万元左右，沈磊拿到钱以后，紧紧捏着手里的银行卡，一走出店门，他的眼泪就滚了下来。偏他又觉得大街上哭有些丢人，硬是咬着唇，憋着声，形容十分凄惨，简直没眼看。我嫌弃地偏过头，出息，算了，再没用也是自家孩子。领完钱以后，沈家人腰板瞬间就硬了。沈子言以前一走进商场就犯怵，看到那些装修高档的饭店，从来也只是吞吞口水。他的家境不允许他花太多钱在口腹之欲上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沈家出了个老祖宗，还是个神仙老祖宗。沈子言从来没觉得沈这个姓让自己如此自豪过。吃完饭回家的路上，沈子墨的身体开始不自然的颤抖。他怎么了？沈子言握住弟弟的手，声音里满是心疼。子墨是住校生，今天礼拜天，他又要回学校了。沈子墨脸色惨白，嘴唇都被他咬出了血，因为极度恐惧，他的眼神开始涣散，甚至无法听清我们在说什么。我皱了皱眉，他好像有很严重的心理阴影。随手将一道清心诀打到他身上以后，我用一根手指点在他眉心上。沈子墨的眼神从迷茫到清醒，他羞愧地看了我一眼，低下了头。我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我在你身上下了反噬咒，所有打你的人，他们将会受到100倍的痛苦，所以没什么好怕的。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就把右脸也凑上去。我朝沈子墨眨下眼，他眼睛一下就亮了。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去吧。快到家时，一行人意外瞧见张小霞他妈居然鬼鬼祟祟地站在院子门口。大师，就是她，这女人是个妖怪。只见她身后走出来一个眉清目秀、长相颇为俊朗的小道士。小道士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。在下茅山道士陆清玄，这位女施主身上的恶灵咒是你下的？敢问姑娘师承何人？为什么会我们茅山独门秘术？茅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师傅，我想自己创立一个门派玩玩，好不好？刚年满18岁的小徒弟沈新年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，眼神乖巧又可爱，像极了我最喜爱的那条天狗。你小子自己还没学明白呢，还敢开宗立派？嘻嘻，师傅，我想建个门派，教人抓鬼驱邪、算命风水，就算是给人间做件好事吧。我眨了眨眼，眼前这张年轻俊朗的脸和曾经那个双眸明亮的徒弟逐渐重合起来。后来我闭关之时，小徒弟已经隐居人间去了。他资质一般，又无心问道，应该早就先去了吧。这个世上已无人识得我沈灵素了。姑娘，咱能不能不动手？我回过神来，不由得有些尴尬。原来我不知何时走到了小道士跟前，正伸出手使劲捏住他的脸。嗨嗨，你们茅山派祖师爷可是叫沈新年？小道士点点头，恭敬地举起手对着天空行了个礼。的确是祖师爷的名讳。小师傅，你可不能被这妖女迷惑了，她会妖法。看我们聊了一会，没有要动手的意思。张小霞他妈急眼了，拉住陆清玄的袖子，不依不饶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带上一抹威压。张小霞妈妈浑身一僵，过一会地上出现了一滩骚臭的水渍，竟是当场吓尿了。聒噪，小道士，你不是我对手，叫你师傅来吧。陆清玄戒备地站在一边，浑身肌肉绷直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对着我行了个礼。多谢姑娘手下留情，后会有期。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张小霞妈妈则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，全身颤抖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，妖怪，好多妖怪，别吃我，别吃我。3两下将人打发走以后，看到一脸忐忑收拾行李的沈子墨，我拍了拍他的肩，别怕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沈子墨惭愧又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谢谢祖姑奶奶。可是女的不能进男生宿舍。隐身诀听过吗？我随手打了个响指，就消失在了房间里。江城附中是所著名的贵族学校，里面的学生多数非富即贵，除了极个别人。学校的校长为了提高升学率，从周边学校高价挖了几个学习成绩好却家境贫寒的学生过来。沈子墨就是其中之一，不仅学杂费全免，还会给学生不菲的奖学金。沈子墨和他姐姐一样，从小的贫困生活让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会了体谅父母的不易。这世上有3件事情无法隐瞒，那就是贫穷、咳嗽和爱情。沈子墨过分清秀的脸、一骑绝尘的成绩，还有生活上的窘迫，这些都让附中的女生为之倾倒。她们既崇拜沈子墨的聪明自律，又同情他的贫穷和出身。很快，沈子墨成为了女生的白月光和男生的眼中钉。张宇就是最讨厌沈子墨的男生之一，因为他喜欢的女孩子每天都将沈子墨挂在嘴上，却从来不多看他一眼。沈子墨推开宿舍的房门，只看了一眼，就紧紧捏住了拳头。他的被子被人铺在地上，张宇和其他2人正穿着鞋坐在上面打扑克。
看到门被推开，张宇扬了扬眉，挑衅地朝被单上吐了口唾沫，然后捡起随手丢在一边的毛巾，擦了擦自己的血。那毛巾正是沈子墨每天用来洗脸的。哟，我们的大学霸回来啦！我站在边上，用沈子墨的声音怒喝一声：“你过来呀！”张宇愣了一下，随即勃然大怒。这个以往像狗一样低贱地趴在自己脚下的穷学生，今天居然敢这样说话。张宇扶着身边人的肩站了起来，他细小的眼睛里弥漫着残忍的笑意。看来上次的尿你还没喝够啊，今天给你换个新鲜的。我则是站在一边，将沈子墨的手机搁在桌上，打开视频录制。子墨，等他先动手以后你再还手。张宇身边的几个男生也摩拳擦掌地站了起来，三人边用眼神互相示意，边朝沈子墨围了过来。看得出来沈子墨很害怕，他的腿部在轻微的抖动，脸上更是一丝血色都无。死穷酸，去死吧！张宇一边大声喊着，一边朝沈子墨挥拳打了过来。啊！在拳头打到沈子墨脸的一瞬间，张宇当场在空中来了个720度转体，重重的摔到地上以后，头一垂，晕死了过去。卧槽，宇哥，你这碰瓷技术真牛！还没来得及出手的另外两人目瞪口呆，发现怎么叫都叫不醒张宇以后，另外两人终于慌了神。很快，要来了，教导主任和沈子墨班主任也闻讯赶了过来，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医院。医生初步诊断为重度脑震荡，张宇家人也快速赶了过来。是哪个天杀的，敢打我儿子？让老娘知道，一定扒了他的皮！一个熟悉的臃肿身影扭动着肥壮的腰肢朝沈子墨冲了过来，在看到我以后，瞬间就像双打了的茄子，蔫巴了。你们家张宇打了我家子墨一拳，把人脸都打肿了，赔钱！张宇妈妈哆嗦着看了我一眼，支支吾吾躲到一边打了个电话。很快，一个满胳膊纹身、满脸横肉的男子带着几个小混混赶了过来。是谁欺负我侄儿？不要命了吗？嗨嗨！哎呀，大师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大师！来的人竟然是中午才来收过高利贷的张彪。张彪、张小霞、张宇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教导主任和班主任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不知道为什么向来气势汹汹的张家人今天竟然如此低三下四。我将手机掏出给教导主任看，视频拍得很清晰，将张宇霸凌同学的面目展现得一清二楚。在我威胁要将视频曝光到网上以后，教导主任表示学校会直接开除张宇和几个助纣为虐的学生。在张彪的恭送下，我带着沈子墨回到了沈家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把丹药，一人扔了一颗给他们。这是最低阶的洗髓丹，服用了可以耳聪目明，力气增加数倍。可惜了，闭关前只觉得此次必能飞升，连丹药都没准备。现在灵气枯竭，很难再找到炼丹材料了。沈家人小心翼翼地接过丹药，捏在手里像捏着什么稀世珍宝。我一个人仰躺在院子里，天上明月高悬，星光璀璨，星空还是同一片星空，人却不再是原来的人了。修仙之路漫长而又孤独。前辈，前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陆清玄呀。围墙上探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，眉眼清亮，一笑，还有2个酒窝，正是白天见过的小道士。见我没说话，陆清玄直接翻墙跃进了院子。他激动地走上前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你是不是沈灵素？师祖的师傅？我讶异地看向他，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认得我。看到我的眼神，陆清玄激动得团团转，过一会甚至用袖子抹起了眼泪。真是你，果然是你。下午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熟悉，但是没敢往这上面想。前辈，你居然是活的前辈。陆清玄冲到我跟前，跪在地上抱着我的小腿，哭得泪流满面。这个徒弟的不知道几代徒孙，好像不是太正常的样子。哭了一会，陆清玄激动的情绪终于平缓了下来，他不好意思地擦了擦泛红的眼眶，将自己手机递给了我。前辈，我见过你的画，从小就见过，就挂在我们大殿之上。我拿过手机，看到了一幅熟悉的画，画中女子白衣飘飘，气质出尘，似乎随时要羽化登仙，飘升而去。这是徒弟沈星年替我画的，我当时要回家，便让他替我用金蚕丝织成的不做了张画，可保万年不朽。没想到他居然还自己偷偷留了一张。我说呢，给了那么多金蚕丝，为何一点不剩？前辈，我能跟着你吗？我想跟着你降妖除魔。我想了想，身边多个端茶倒水的人，也不赖。我的事就不必通知你师门了，暂时保密吧。第二天上午，张彪果然带着一口大缸和几袋子糯米来了。我将拔毒的事情交代给陆清玄，自己乐得一身轻松。不到一会，张小霞他妈领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子也到了。呜呜，妈，我不要改名。呜，堂叔，你咋在这？还蹲在米缸里？张小霞妈妈已经彻底被那些恶鬼吓疯了，嚣张的气焰也不见了。扑通，她用力跪在地上，朝我磕了2个头，哭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。大师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大师，求你放我吧。名字改了吗？啊！年轻的女孩爆发出一阵尖叫，细小的眼睛更是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我不要叫张二狗，我死也不会叫张二狗的。
陆清玄点了点头，他一早就向沈子言打听了事情的始末，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对凡人出手了。师尊，女孩子叫张二狗实在是太残忍了。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可以叫张驴蛋、张粪球、张狗剩，咱们得给人家选择的机会嘛。我点了点头，从陆清玄手中接过包好的橘子。听到了没？选一个吧。沈子言，是不是你这个贱人？都怪你，一副穷酸样，还想上大学，凭什么？陆清玄不高兴了。你这人好莫名其妙，当然是凭他考试考得好了。你这么想上大学，怎么不自己考一个？张小霞还要叫嚷，被他妈反手就是2个大笔兜。叫什么叫？叫魂啊！现在就去改，就叫张二狗。张妈妈这段时间很崩溃，就1天时间，她已经看到了无数的恶鬼朝她扑来，有全身挂满水草，腥臭扑鼻，身体胀得和气球一样的，有舌头吐得老长，眼珠子掉出来半颗的，还有肠子掉在外面，走着走着踩到自己肠子的，当真是千奇百怪，群魔乱舞。张妈妈拖着痛哭嚎叫的张小霞去改身份证了。张彪闭着眼睛躲在米缸里，假装什么也没听见。别装了，你明天带着张小霞去学校，把她冒名顶替的事情解决了。3天内，沈子言要去大学报到，办不好，这毒也不用解了。我惬意地喝了口陆清玄泡的花茶，小道士还挺会伺候人，不错，用着很顺手。收着。我随手抛给陆清玄一个玉牌，这是护身符，你有危险时我能感应到。陆清玄欢天喜地地收了下来。张彪蹲在米缸里，羡慕得差点流口水。见识到我的强大能力以后，张彪表现得极为殷勤。他用最快的速度办好了沈子言的入学手续。拿到通知书的那天，沈家人抱头痛哭，沈子言更是激动得差点晕过去。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，他的人生就被人毁了。沈子墨也逐渐恢复了开朗和自信。我对他的要求就是，有人欺负你就给我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，打死了我也能救活。沈子墨果然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出手在学校里把之前欺负过他的男生都给打个半死，打到人家老远看到他掉头就跑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张彪的阴毒也彻底拔除了，他支支吾吾地站在一边不肯走。大师，求大师收我为徒吧。我看着跪倒在地拼命磕头的张彪，扔给他一张护身符，这符纸可在关键时候保你一命，你身上戾气太重，不够格当我徒弟。等你做满100件善事，我可以教你一招办事。解决完沈家的事情，我便带着陆清玄离开了沈家。他们该有自己的生活，而我也要去看看这1000年以后的大好河山。师尊，我们能去一趟江南吗？我一位朋友家出事情了。据陆清玄说，他这朋友之前被一个女降头师下过桃花响，后来他和师傅帮他解决了这个降头师，他朋友也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但是当他老婆怀孕以后，事情却开始不对劲了。他妻子不但爱吃生肉，还喜欢喝血，白皙的肚子上更是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红色花纹，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眼球。眼球？这是要养鬼子啊！陆清玄要带着我坐高铁，尴尬的事情出现了，我没身份证。万万没想到，我的隐身诀有一天居然是用来逃票的。车站外远远地站着一对外形出众的男女，看到我们，那个怀孕的女子更是兴奋地扑了过来。陆清玄，好久不见了。师尊，这是我朋友顾浩泽和周雅宁。这是我师尊。周雅宁和顾浩泽吃惊地看着我，惊诧于我夸张的辈分，而我则是皱眉看着周雅宁，鬼气已经侵入了胎盘，腹中的孩子恐怕早已变成鬼子了。鬼子出世之日，就是周雅宁身死之时。陆清玄看到我的脸色，一颗心也沉了下去。他踌躇着不敢开口，顾浩泽也很快看出了不对，脸色瞬间白了几分。清玄，雅宁怎么样了？走吧，去你家说。一行人坐在车里都没有说话，气氛沉默而低沉。清玄，这么久不见，和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。我听说许氏集团的继承人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新娘好像也是你们茅山的。看着故作轻松的周雅宁，陆清玄也勉强打起了精神，努力扯出笑脸。对呀，那是我师妹，叫陆清雨。师妹活泼可爱，肯定和你性子合得来。闲谈间很快就到了顾家别墅，刚一进门，周雅宁就捂住了肚子。快点，把饺子端上来，我实在是饿得心慌。她摸着肚子露出一个歉意的笑。佣人很快端了碗饺子过来，清亮的汤底，圆滚滚的饺子浮在汤面上，再加上几颗碧绿的葱花点缀其中，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。周雅宁更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顾浩泽一脸宠溺地看着他，让你们见笑了，阿宁自从怀孕以后胃口就很好。我凝神望去，碗里的饺子隐隐冒着红光，更是有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，闻着令人作呕。我握住周雅宁的手腕，此时她咬了只白胖的饺子，正要往嘴里送。这饺子不能吃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周雅宁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你放手，给我吃，我要吃饺子。她声嘶力竭，状若癫狂。顾浩泽在一边担心的眼眶都红了。雅宁，你冷静点，雅宁。我将一道凝神诀打进她眉心，手在周雅宁后背一拖，她马上靠着我昏睡了过去。把她抱到沙发上去。
顾浩泽小心翼翼地抱起周雅宁，心疼得几乎要落下泪来。师尊，这饺子有邪气。陆清玄也看出了不对，看来他的基本功还可以，这些年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我厌恶地端起碗，这是鹰角，将孕妇剖腹取子，胎儿取出来时还是活的，然后将胎儿连同脐带在1刻钟里剁碎，剁成肉糜，变成了这饺子馅。一位孕妇连同胎儿只能做77只饺子，等到鬼母吃了999只饺子，腹中的胎儿就会变成鬼子。鬼母要求极为苛刻，需要8字华贵之人才能承受大量无辜婴灵的煞气和怨气，撑到鬼子诞生之日。你这朋友，我没看错的话，已经吃了900多只了。陆清玄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眼中全是自责和内疚。可是我给了他们护身符啊，我还在这别墅布了阵法，阵法没破，护身符也还在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拍了拍他的肩。鬼子是世间至邪至恶之物，同时也具有极高的灵气，在出世之前，他会藏匿自己的气息，普通的黄符和阵法对他来说都没用。顾浩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陆清玄身后，惨白着脸，眼神中带着哀求和希冀。大师，雅宁是不是会没事的？你们一定能救她，对不对？我点点头。她可以保住，但是孩子已经没了。哐当，顾浩则竟是站不稳，直接摔到了地上。陆清玄死咬着唇，伸手去扶。顾浩则拉着陆清玄的手，站起来后一把抱住了他。过一会，隐忍的哭声传来：清玄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，我们连名字都起好了，就叫顾玄宁。雅宁说没有你就没有我们。顾浩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就那么痴痴地看着安睡的周雅宁。陆清玄看得心里难受，也坐在一旁默默地抹眼泪。我在客厅上布下了一个阵法，将阵旗交给陆清玄，这是安魂阵，可以暂时遏制住鬼子，让他沉睡。我要去找出背后之人，你在这守着他们夫妻。周雅宁醒了以后会千方百计去吃鹰角，你要小心，不能让他们夫妻出这个圈子。陆清玄死死捏着旗帜，因为太过用力，手背上青筋都冒出来了。师尊，鬼子如果出来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想起1000年前的那场人间炼狱，我悠悠地叹了口气。鬼子一出，即可号令天下恶鬼，而鬼子的鬼体需要用和其有血缘关系之人的血肉灵魂饲养。也就是说，周雅宁和顾浩泽时代以内的血亲全部会成为鬼子的口粮。陆清玄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坚毅地看向顾浩泽夫妻。我会守住他们俩的，师尊放心。我闭上眼睛放出灵气，果然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浑身充满邪气之人。挥了挥袖子，将整栋别墅的人全部驱赶到了外面以后，我随手布下一个结界。院子里正在专心浇花的老人停了下来，他皮肤蜡黄，眼球浑浊，一笑更是露出满口黑牙。呵呵，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呀？我仔细看了看他，眼神里带着浓重的厌恶和嫌弃。降头师，还练成了飞天将。老人诧异地回望了我一眼。你倒是好眼力，这么年轻就有这份道术，是哪派的天才？我想到小徒弟每日朝气蓬勃又充满活力的样子，不由得笑了。姑且就算茅山派吧。老人捏爆了手中的水壶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，泛着幽幽的光。是你们终于来了！杀女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杀女之仇，我想起陆清玄说的，顾浩泽曾经被一个叫阿离的女降头师控制过，原来是他父亲寻仇来了。那阿离被陆清玄和他师父废去了本命降虫，成为凡人以后进了监狱，结果进了监狱没多久，他就自杀了。你倒是厉害，居然连鬼子都会练。我从乾坤袋中掏出飞剑，怀念地摸了摸剑身，这把剑已经许久不曾出鞘了。老人惊疑不定地看着我，既然你认出了鬼子，就留你不得了。他凝神屏息，随即就发出一阵极为刺耳的尖叫。随着他张嘴，无数黑红色的蝙蝠从他嘴里飞了出来，密密麻麻遮天蔽日。这是赤血蝙蝠，牙齿和血液当中含有剧毒，人一沾上，马上就会化作一滩脓血。我突然不想立刻杀掉他了，我倒要看看，过了1000年，降头师一脉到底修炼到了何种地步。赤血蝙蝠不断地朝我飞来，却在离我1米远的时候爆炸，化作一滩血水，有点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红色烟花。不一会，我前面就堆满了小山一样的一堆蝙蝠尸体。1000年过去了，降头师还是那么恶心。老头的眼神逐渐凝重了起来，他张嘴收回稀稀落落的蝙蝠。我倒是小瞧了你，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降头师的手段。只见随着老头一声令下，刚刚堆在一边的蝙蝠尸体居然开始溶解，先是血肉，然后是骨头，最后整堆死蝙蝠化成了一团黑红的肉球。肉球慢慢的长出了脸，接着是四肢、身体，最后长成了一个大头娃娃的样子。这是尸骨娃娃。嘿嘿，你倒是见识不凡，我都有点舍不得杀掉你了。尸骨娃娃张开手臂朝我跳了过来，一股腥臭污秽之气直冲我的天灵盖，差点没把我熏晕过去。草率了，修道之人五感比常人灵敏100倍，我居然忘记封住自己的嗅觉了。一脚踢开面目狰狞的尸骨娃娃，我还抽空在地上掐了个净尘诀。刚刚还血肉模糊的花园瞬间又变得干净整洁了起来。
算了，不玩了，这丑东西实在是影响我心情。我记起手中的飞剑，剑身上瞬间亮起耀眼的光芒，飞剑发出一声轻吟，像是迫不及待要去战斗。我有一剑，鹰锋3尺，煌煌之威，可破世间万法。去！飞剑呼啸着从蛊毒娃娃身上穿过，还带起了一阵破空之音。不到片刻，蛊毒娃娃便化成了一滩黑水，犹如冰雪消融，沉进了土里。飞剑，你居然会失传已久的飞剑？你不是茅山派的，你是谁？飞剑在我头顶欢快地绕圈，等待着我的下一次传唤。反派死于话多，不知道吗？老头狠厉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。我和你拼了！飞投降！我饶有兴致地停下了手中的飞剑。传闻中，飞投降是降头术中最神秘莫测的一种，极难练成。我只听过，却不曾见过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观摩观摩。只见老头大喝一声，然后开始念诵起晦涩古老的咒语，随着嘶哑粗粝的声音响起，天也逐渐黑了下来。起！最后一声咒语念完，老头的头颅便从身体上飞了起来。卧槽！为什么没人告诉过我？飞头降飞起来的不仅仅是头。只见老头的人头缓慢地飞离了身体，而人头下则是一长串的血管，还有他的五脏六腑和一大串肠子也一并挂在空中。他好像屠宰场挂着的被剖开了肚皮的猪啊！这也太恶心人了！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诛邪剑，斩尽世间妖邪。诛！一剑过后，老头的头颅从中间竖着被劈成了2半。我嫌弃地撇过头，将花园上的尸体和秽物当场焚烧了个干净，连一丝灰都不曾留下。别墅客厅内，周雅宁正试图咬自己的舌头，顾浩泽见状飞快地把自己的手掌伸了进去。给我吃饺子！我要吃饺子！鲜血从顾浩泽白皙的手掌上流下，周雅宁被堵住了嘴，却还是模糊地开口要吃饺子。清玄，怎么办？顾浩泽焦急又心疼，顾不得自己手上的伤口，只拿眼睛不住地看着周雅宁，生怕她还有其他地方受伤。陆清玄不停地将静心符打在周雅宁身上，但收效甚微，符纸只能让周雅宁安静不到1秒，就又开始陷入疯狂。看到我走进来，陆清玄大喜。师尊，符纸不起作用。我叹了口气，同情地看了眼顾浩泽。他现在不能离开结界半步，鬼子已经察觉到不对，随时可能苏醒了。你打电话安排一下，叫几个最好的外科医生来，准备在客厅剖腹取子。顾浩泽惨白着脸掏出手机，我将手指点在周雅宁眉心，他很快就昏睡了过去。清玄，把周雅宁的衣服撩开，将肚子露出来。陆清玄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将周雅宁的衣服撩到胸口以下位置。周雅宁很瘦，肚子却大得惊人，肚皮上红色的纹路越发鲜艳，隐有红光流动，这只魔眼更像是随时都能睁开一般。清玄，你可愿献出自己精血？精血一出，你修为最少倒退10年。陆清玄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我五指成爪，快速地抓向他的心口，随着几滴精血飞出，陆清玄黝黑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白了。我用手指沾上精血，在周雅宁的肚皮上画了一个古朴的阵字。字一画完，鲜红的魔眼瞬间暗淡了，周雅宁的身体也放松了下来。顾浩泽握着周雅宁的手，红着眼眶一言不发。周雅宁命格华贵，经此一遭，犹如凤凰涅槃。你们夫妻命里子女双全，这次事情完好好休养身体，孩子很快就会再有的。顾浩泽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低下头的一瞬间，一大颗眼泪滚了下来。多谢大师，我只想雅宁好好的。顾浩泽的助理很快带着医疗队赶了过来。当听到要在现场剖腹取子，所有的医生都傻眼了。带头的医生是个很年轻的男子，戴着副金丝眼镜，气质儒雅出尘。胡闹！周女士上周刚来产检过，一切正常，她的胎儿才7个月不到，怎么能现在剖腹取子？顾浩泽红着眼眶，声音嘶哑却坚定。唐医生，有些事情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是请马上准备手术，所有后果由我承担。不行，现在剖腹产对产妇和孩子都不好。我说立刻，马上。顾浩泽一字一句，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唐医生被他凶悍又绝望的眼神镇住了，不甘不愿地叫助手开始准备手术。很快，周雅宁被抬到了手术台上。唐医生看了眼四周，这里的光不够亮，我需要专门的手术灯。我掏出张符纸，当场画了个聚光符，然后将符纸扔到了手术台上空。够亮了吗？不够，我再加一张。唐医生看着漂浮在空中不断发出耀眼白光的符纸，陷入了呆滞当中。行了，别再拿怀疑人生了，抓紧时间。我有点不耐烦了，鬼子太过厉害，由精血绘制的镇魔咒也压不了他太多时间。唐医生如梦初醒，终于不再质疑，认真开始了手术。随着肚子一层一层被剖开，原本闪耀的符纸当场燃成了灰烬，无数黑气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，将整栋房子都罩在了雾里。呀！随着一声尖利的长啸，有什么东西从周雅宁的肚子里窜了出来。我跨步上前，一把捏住了鬼子的脖子。黑气散去，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所有人。只见一个通体漆黑的婴儿正飘在周雅宁肚子上空，而他的脖子
正被我死死掐住。婴儿脸上只长着一张硕大的嘴，不见其余五官，头顶却长着2只黝黑发亮的角，而婴儿的肚子上却长着一只巨大的魔眼。此刻那魔眼的眼皮在上下抖动，仿佛随时都能睁开。我一只手捏着鬼子，另外一只手用快速切断脐带，并在脐带上封上一道金光，以防止鬼子将周雅宁吸干。清玄，把周雅宁推过去，让医生给她缝合伤口。哦，好。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，唐医生更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仿佛要把这一切都烙印在记忆深处。我带着鬼子来到院子深处，就在他眼皮快要睁开的一瞬间，天上乌云密布，翻滚的云层中不断有闪电生出来。引雷诀。当我将鬼子抛向空中时，无数道闪电争先恐后地向鬼子劈来，空中银蛇飞舞，闪耀的光线刺得人睁不开眼。鬼子乃至邪智阴之物，本就为天地所不容。很快，随着闪电消弭，云层散去，天空又恢复了它的湛蓝。我将众医生护士的此段记忆消除干净，才放他们离去。这景象太过可怖，凡人还是活得简单些更好。周雅宁的身体已经快被鬼子掏空，我为她服下一颗氧气丸，才松了口气。这要真是用一颗少一颗，早知道当年就多练一些了。只可惜，随着灵气枯竭，是再也寻不到那么好的灵草了。他没事了已经，接下来让他多晒晒太阳，吃些补身体的东西，很快就能完全恢复，8都不会留一个，放心。陆清玄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发，终于露出了笑脸。周雅宁醒后得知孩子没了，大哭了一场。在看到陆清玄的一头白发后，更是伤心欲绝，愧疚的要命。清玄，你又救了我，我还连累你变成了现在这样。陆清玄则是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，没事的，我跟着师尊没多久就练回来了。3个月？什么？陆清玄傻兮兮地看着我。3个月后就能练回来了。在顾浩泽和周婉宁的再三挽留下，我带着陆清玄踏上了归程。师尊，我想变得和你一样强，然后斩尽天下妖邪，还所有百姓一个安居乐业。师父，我想去人间，道法无情人有情，我想在人间做一番事业，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。他们已经活得够苦了，我不能再让他们被邪魔妖物所扰。眼前的身影渐渐和1000年前的那道身影重合起来，我不由得心下一暖。新年，你除魔卫道的心愿有人继承，你可以安心了。师尊，我送你个礼物。陆清玄神秘兮兮地掏出钱包，我一看，里面夹着张身份证。这小子挺不错。师尊，我们去哪里？去降妖除魔，守护人间。